在没有找到直播带货这条路之前，钱红艳在萧家没少被一家人排斥挤兑，尤其是在自己刚刚从黑煤窑回来，又被查出怀孕以及染了性病之后，萧老太太和萧长前没给过自己1秒钟好脸色。那个时候，就连他的儿子萧海龙都觉得这个妈妈实在是有些丢人现眼，每天看她也从来没给过什么好脸色。在钱红艳最艰苦的时候，这个家里唯一能让她感到一丝温暖的，便是她的女儿萧薇薇。自打遭遇挫折，并且被叶晨挽救之后，萧薇薇的性格有了许多变化。因为磨难，她变得稳重了许多，踏实了许多，也善良了许多。她知道妈妈的那些遭遇，虽然说出来确实有些丢脸，但在妈妈当时那个处境之下，也实属被逼无奈。外人可以笑话妈妈，嘲讽妈妈，但唯独这个家里的人没有这个资格。毕竟当初她会出事，虽说是咎由自取，但也都是为了这个家。在联想自己这段时间以来在王云飞以及萧逸谦身上的遭遇，她更能对妈妈感同身受。所以钱红艳这段时间靠着直播带货陡然而富之后，在这个家里除了给萧薇薇有好脸色，其他人每天非打即骂，以报复当初这些人给自己的伤害。无论是萧老太太还是萧长前、萧海龙，都很清楚自己眼下的处境，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翻身的可能。就连萧薇薇现在也只是成了一个收入比较丰厚的白领阶层，但还远远达不到一夜暴富的水准。眼下整个萧家也只有钱红艳具备这个实力。钱红艳现在平均下来一个礼拜的直播收入就有200-300万，这么算的话，1年时间赚一个小目标根本不是问题。知道萧家实力最强的时候，真正的资产也不过就大几千万而已。现在的钱红艳1年就能够赶超整个萧家的巅峰，所以这些人即便被钱红艳打骂羞辱，但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不字。随即钱红艳站起身来，从床对面的柜子里取出2瓶高档燕窝，一口一个喝干净之后，看了一旁吞口水的萧老太太一眼，冷声说道：死老太婆，你不要在这里给我动歪心思，我这顶级血燕窝1瓶就1000多，这都是有数的，你敢偷喝一个，我1天都不给你吃饭。萧老太太连忙摆手道：不能，红艳妈怎么能偷喝你的东西呢？再说那燕窝这么贵，我这糟老太婆也配不上喝。钱红艳冷哼一声，没再理他，而是看向萧长前，开口道：跟你们说个事儿，我看了一下直播间比较详细的数据，我们现在的正常场观人数以及直播间最高在线人数、成交笔数和成交额，相较昨天已经开始呈下降趋势了。虽然下降的并不多，只有2-3个百分点，但这依旧是个很严峻的趋势。一旦开始走下坡路，那再想往上冲，恐怕就很难了。萧海龙忙问妈，波动2-3个百分点应该也很正常吧？不正常，钱红艳语气非常坚决地说道，都是工作日，数据波动不会太大，而且如果我们想赚更多的钱，必须保证数据一直在稳步上升，一旦数据开始走下坡路，那绝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。如果每天都跌2-3个百分点，那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会被打回原形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，让我们的数据重新抬头，继续冲高。萧长前问到：老婆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钱红艳冷声道：我这2天琢磨着，直播间的那些冤种们，光看你们俩瘫痪在床，可能已经有些看腻了。我打算从明天开始稍微换一换剧本。萧长前忙问：老婆，你要换什么剧本啊？钱红艳淡淡道：我上网查了一下，好像现在这个胰腺癌死亡率最高。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胰腺癌的早期症状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消瘦外加皮肤黄疸。我打算你从明天开始好好控制一下饮食，你要争取在短时间内暴瘦个10几20斤，到时候我再找一些粉底给你画的面黄肌瘦一点，到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在镜头前表现得越来越虚弱，
到时候直播间那些冤主一定会发现你的不对劲，既然让我好好给你们查一查，到时候我就顺势停播1-2天，然后伪造一个你确诊胰腺癌的病例，这样一来就能表现得更惨一些了。萧长乾吓得浑身一哆嗦，脱口道：老婆，你让我假装得了胰腺癌，是不是太不吉利一点了？说着，萧长乾唯唯诺诺的又道：老婆你看，我不是封建迷信啊，关键是还得节食减重，我的身体本来就在恢复期，你要是再不让我吃饱，我得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啊？钱红艳厌恶的皱眉问道：你以为这件事情轮到你发表意见？我只是通知你而已。说完，他看向萧老太太，冷声道：从明天开始，给她的饭量减半。好的好的，红艳你放心，我一定照做。萧老太太此时也只能点头应允。萧长乾顿时面如死灰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自己现在尚在恢复期，根本就没办法自行进食，一切还得指望着年迈的老母亲一口一勺的喂。要是老母亲这里直接从源头卡住自己的饭量，自己也没有任何办法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叹了口气，开口道：行，红艳，我都听你的。钱红艳嗯了一声，转而又看向萧海龙，开口道：现在网上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只找苦命人，光是你爸假装得了胰腺癌还不够，最好是你也得了什么更严重的疾病。我看现在年轻人得尿毒症的挺多，你就从明天开始逐步找医找尿毒症患者的感觉吧。尿毒症啊？萧海龙一脸茫然地说道，可我也不知道尿毒症患者都有啥感觉啊。钱红艳淡淡道，在短视频网站上搜一搜，肯定有很多相关的视频，一定要好好模仿，模仿得越像越好。萧海龙忙问，那尿毒症是不是也得控制饮食啊？钱红艳鄙夷地说道，一点常识都没有。尿毒症的典型症状是水肿，整个人会浮肿起来。从明天开始，你每天多喝水，不过要注意，不能一下子把喝水的速度提高太快，最好是一点点来，逐步呈现水肿姿态。你跟你爸要打好时间配合，先是他日渐消瘦，发现胰腺癌，等这一出戏演完之后，你再开始表现出明显水肿，然后确诊尿毒症。这样一来，全短视频平台看起来比咱们惨的，怕是找不到第二家了，到时候何愁赚不够钱。萧海龙一听这话，就知道自己的遭不少罪。他现在因为瘫痪卧床，每天只能使用尿袋，为了避免麻烦和尴尬，他一般都下意识少喝水，可是妈妈却让自己逐渐增加水的摄入量，那每天方便怕是也很痛苦。不过他不敢忤逆妈妈，只能点头说道：好的妈，我知道了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按您要求的做。钱红艳嗯了一声，又对萧老太太说道：老太婆，你也有个新剧本。萧老太太连忙满脸恭敬地问道：红艳，需要妈怎么演你尽管说。钱红艳冷声道：等海龙确诊尿毒症的剧本演完，你就要每天在镜头前不停地哭，连续哭个10几20天，就可以演瞎子了。演瞎子？萧老太太嘴角抽动一下，但还是无奈地说道：行，妈都听你的。钱红艳满意地站起身来，居高临下地说道：你们都给我上点心，等这一波新剧本演完，销量更上一层楼之后，我就去郊区买一套更大的别墅，把你们都接过去，到时候你们的伤估计也好的差不多了，就能晚上搞直播，白天享清福，而且没有其他外人打扰，也省得每天跟张桂芬那3个粗鄙的泼妇住在一起，搞得腻歪心烦。萧长乾和萧海龙，萧老太太一听这话，顿时激动起来。萧长乾下意识地脱口道：买新房子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萧海龙也兴奋不已吗？到时候一定得买个有超大院子的别墅啊。萧老太太也忍不住激动地说道：我早就想摆脱张桂芬那3堆臭狗屎了，他们每天窝在这个房间早就有些烦闷了，而且自打张桂芬他们3人来了之后，萧家人在这套别墅也失去了话语权，处处都要被他们3人刁难挤兑，
只能每天猫在房间里忍气吞声。要是能搬一套属于自己家的新别墅，到时候生活肯定非常惬意。钱红艳看着三人激动的模样，心里更是冷笑连连。她知道自己眼下在这个家虽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，但是自己也不可能真的离开了这三人的帮助，所以平时对他们打骂也好，羞辱也好，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定要记得给他们一点甜头尝尝。许多黑心老板原本都有做大做强、飞黄腾达的好机会，但就是因为不懂得给手下人让利，最后落得一个众叛亲离、一无所有的下场。钱红艳充分吸取了这些人的教训，她知道不管自己怎么羞辱这一家人，该给这一家人的甜头一定要给到位。每次当他们感觉被羞辱到极致的时候，都给他们一点盼头，让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。只有这样持续不断的有了，他们才会老老实实听从自己的摆布。于是钱红艳甩了甩心烫的发型，不屑地说道：行了，你们早点休息，我去酒店了。这几天钱红艳一直在5星级酒店开了一间豪华套房，懒得跟这一家人见面的时候，就一个人住到酒店去，顺带还能在酒店享受顶级的服务。门外偷偷录音的董玉玲和李月琴一听钱红艳要走，连忙带着手机跑上了楼。钱红艳出门时也没发觉任何异常。身强力壮的张桂芬一见钱红艳走了，也不再录像，顺着露台又悄无声息地爬回了3楼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